喜鹊的巢穴看起来简陋不堪，似乎一阵和风细雨就能把这个温馨的小家摧残得支离破碎。但其实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这么简单。非要说的话，喜鹊的巢穴有点大智若愚的感觉，表面上是脆皮，实际上是肉盾。这里是万物灵，欢迎关注熊探长，带你探索有灵万物。雀巢外观杂乱无章，看起来似乎很复杂，实际上并不简单。喜鹊建窝跟我们人类建房子一样，都要选一块风水宝地，而我们的小福星独独钟情于高层别墅，因此我们往往都只能在高大的乔木上，要不就是电线杆顶部才能看到雀巢的身影。选址结束，喜鹊夫妇就可以开始做框架了。雀巢其实大部分的建筑材料使用的都是树枝。哟吼，这东西不是随处可见吗？不，没这么简单，不是什么的树枝都能拿来建巢穴的。喜鹊会不远万里的寻找一堆合适的、能入自己法眼的梦中情枝。找到梦中情枝后，经过喜鹊夫妇心灵手巧的设计，房子的框架就做好了。框架到底长啥样？其实很多人都是见过的，就和08年北京奥运会主体育场鸟巢一样。框架搞定了，发现问题了有没有？这框架有很多缝隙，喜鹊幼崽很容易就会从这些缝隙中掉下来。本着不能太便宜那些吃货的中心思想，加固就成了喜鹊下一阶段的指导方针。喜鹊夫妇会找一些细小树枝加固，由于这些细小树枝本身就不是很重要，喜鹊夫妇就没有像之前构造框架一样严格把关了。做完这些后，喜鹊夫妇就会依靠着自身高超的粉刷本领，把自己温馨的小家涂抹得光滑平坦，然后在底下开个洞，方向朝东南。但是这样的雀巢躺起来硬邦邦的，而且还光溜溜的。天气暖和的时候还好，但是2、3月份的天气总是多变的，又建在高处，保暖就显得非常重要。这时候，喜鹊夫妇就会开始收集羽毛了，而鸟类的羽毛保暖效果可是杠杠的。之所以如此，主要得益于羽毛内部蓬松的绒羽，绒羽密度很小，空气很难穿透，所以对于鸟类而言，最方便的保暖方法非绒羽莫属。好了，窝基本搭完了，还差最后很重要的一步，喜鹊还要搭建一个屋顶。这个屋顶其实有时候有，有时候没有，完全取决于是干燥的天气还是潮湿的天气。有说法认为，喜鹊给自己的窝搭屋顶，证明了喜鹊自身拥有预知天气的能力，目前还无从证实。喜鹊的屋顶并不简单，外面都是粗糙的树枝，里面是比较纤细的树枝。喜鹊还会用泥土将缝隙封起来，目的也很简单，那就是防雨。就这样，历经了2个多月的时间，喜鹊夫妇终于有了一个家。这么费时费力的建筑，据说可以在8级到10级的狂风骤雨中屹立不倒。8级到10级的狂风骤雨是什么概念呢？8级可以吹断树枝，9级可以上房揭瓦，10级可以变成疯狂伐木工。然后喜鹊夫妇的生活太安逸了，难免也会出现一些意外。喜鹊找到的食物，包括搭建雀巢的树枝，都没有经过高温消毒，所以难免会有些害虫。然后我们人类吸烟丢弃的烟头中包含了碱性物质，这种物质有着很好的驱虫作用。然而有时候烟头上还残存着闪闪的火星，不知情的喜鹊本想驱虫，一不留神搭上了一个温馨的小家。毕竟麻雀的窝大部分都是由树枝构成，众所周知，树枝本身就是易燃物，给树枝一点小小的星星之火，它能给你烧掉一片森林。那么究竟要如何避免喜鹊烧家呢？喜鹊只是一只鸟，它没办法判断烟头是否能残存火星。如今喜鹊的数量越来越稀少，由于教会喜鹊消防意识本身就是天方夜谭，因此这就需要从源头解决问题，从我们人类自身解决问题。烟头别乱扔，烟头上的火星要记得斩尽杀绝，省得这点火星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只有这样才是解决之道。喜鹊数量稀少，是因为被鸠挤占了生存空间吗？毕竟有个成语说鸠占鹊巢，这成语说了这么一个故事：杜鹃一向来就是天涯浪子，喜鹊觉得杜鹃很可怜，就让杜鹃和自己同住。没想到杜鹃还不满足，直接将喜鹊赶出去。
当然，关于鸠，有说杜鹃的，也有说是斑鸠的。这个成语和喜鹊确实有关系，但是却有点不可信。首先，很多鸟类的天敌对喜鹊这种高层大别墅完全没有抵抗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住的巢穴够大，这就说明了这个鸟类足够肥美。如果杜鹃或者斑鸠真的借住在这样的大房子里，危险可能会更大。其次，赶跑喜鹊可不简单。在大自然中，喜鹊是群居动物，它们往往是一整个家族族群生活在一起，而这种群居状态也让喜鹊诞生了非常强烈的领地意识。为了保住自己的领地，喜鹊们往往都是成群结队的。要想赶走一只或者两只喜鹊，或许很容易，但这将会面对一群喜鹊卷土重来的报复。重点来了，喜鹊素来有着平头哥的美称。平头哥是谁？他叫蜜獾。无论是老虎、狮群，甚至毒蛇，它的人生宗旨都很简单：不服就干，生死看淡。如果真的有雀巢被斑鸠或者杜鹃强取豪夺，喜鹊所在的家族族群将会下达极限追杀令，和斑鸠或者杜鹃不死不休。总而言之，别看喜鹊年年都筑新巢，本身可是一项非常巨大浩繁的工程。虽然外表确实不咋地，但是内在可以说是无可挑剔的，是不负喜鹊耗时费力几个月努力的。当然，这样高层别墅，他人也是极难染指的。毕竟，谁会希望自己辛辛苦苦建的房子，最终却变成了他人的假谊呢？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，欢迎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。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。